欢迎收看《世界战情室》，陪您掌握天下事。我是梅翔。马斯克接受了川普的邀请，他要帮美国政府省钱，因为做生意呢可以说是川普他的强项。他曾经说过，关税是最美丽的名字，所以关税也始终是川普他最常用也最爱用的经济的武器。不过，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警告，恐怕会造成美国通膨的再次严重。至于台湾，我们最关注的是护国神山台积电会不会因此受到沉重的影响呢？专家普遍认为，川普当然会持续压迫台积电加速在美国设厂的进程，甚至是扩大投资美国。2024年看起来又是一个破纪录的一年。 We feel we have a solid position. 저는 지금 한 차원 더 높게 비약하는 새로운 삼성을 꿈꾸고 있습니다. 3位科技巨头用3种不同语言沟通着同一件事情，谁掌握晶片，谁就掌握天下。但分秒必争的兆元赛局却出现了高度不安风险，因为川普当选了美国总统。Taiwan, they stole our chip business. Okay, they want us to protect, and they want protection. They don't pay us money for the protection. 竞选时的保护费说，不管是被解读成台海紧张关系，还是剑指半导体产业。的确引起台湾人民恐慌，当时更吓坏台股，一天跌掉200多点。如今川普重返白宫，甚至拿下完全执政，产官学民都想问：川普真的会兑现保护费政策吗？最近 Intel 跟三星两个都摇摇欲坠，目前为止是台积电一家独大的局面。难道你真的要把台积电宰掉吗？事实上，你宰掉台积电的同时，我就讲台积电60%的客户是来自美国，可能会压迫台积电加快建厂的进程。除了亚利桑那州厂之外，会不会在今天德州政府的要求下，又迫使台积电去德州设厂，或者是到其他的地方去设厂？第三个则是在于说，川普政府会不会要求台积电使用的先进制程跟台湾同步？是选举语言还是句句实言，谁都不敢直接下定论。但以美国利益为优先的川普也梦想着重回半导体霸权，关税就是他最常用的制裁武器。不想缴税，就必须把工厂搬到美国，一来创造美国劳工就业机会，二来弥补财税，还能吸纳台积电的顶尖技术和人才。种种因素恐怕迫使台积电加速建厂进度，可以借助台积电的力量呢，来突破他们的生产的技术的瓶颈。Intel 就不必自己在那边伤脑筋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说，那到时候呢，台积电美国化的话，那么它就平白就多出了一个很强大的公司。但可以确定的是，美国想要拉拢台积电，绝对不能弄到两败俱伤。外国创投公司的研究资料显示，台积电大客户苹果、辉达、高通、Intel 都来自美国。一旦加收关税的后果，就会转嫁到企业客户身上。台积电当然要转嫁给下游比较容易，辉达都同意台积电涨价，因为只有你能做啊。那我要你的产能，我当然就只好这样方式啊。不止晶片产业，川普关税政策是针对全世界，全球供应链都会受到很大冲击。就有经济学家警告，大举课征关税，反而会让美国国内物价上涨，增加国人的生活负担。Morgan Stanley in its report ahead of the election result, saying Trump's plan would raise consumer prices by nearly a percentage point. 贸易顺差才是川普的经济牛肉，配合关税，预料川普政府会严查透过洗产地规避缴税行为，尤其是中国多年来已经投资超过80亿美元的墨西哥。说到底，不管哪种手段，其中一大关键都是为了抵制中国晶片产业发展。这点川普的副手拥有科技创投背景的范斯很懂这一点。Taiwan makes so much of the computer chips, right, which is such a driver of all economic growth, that if the Chinese took over Taiwan, it would be really bad for us. Like that's what I think. 现在这个问题是技术面的问题。像 Intel 像是三星都没有办法达到条件，应该是说台积电是在技术面上是碾压这个他的对手。台积电是川普第一也是唯一选择，别忘了川普从政前他可是个商人，协议里留的是以利益为优先。为了使美国再次伟大，关税只是其中一记重拳。拜登政府签的晶片法案，他也要取消补贴。Future of the chip industry is going to be made in America. Made in America. 지금 정부 같은 경우에는
한국의 삼성전자나 다이안의 TSMC 같이 외국 기업들도 보조금을 줘서 미국 내에서 공장을 만들어라라고 있는 상황입니다. 그런데 트럼프 후보가 우려되는 부분은 그러한 외국 기업들도 자국 기업과 똑같은 그런 대접을 해줄 것인가라는 부분이 이제 걱정이 되는 거죠. 面对新任世界霸主的不友善，台湾多年用半导体产业打造的经济国安护城河，未来充满疑问。现阶段或许只能台面上用技术稳住话语权，台面下考验着谈判手腕。科技岛的新战役悄悄来袭。东森新闻综合报道。好，川普扬言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其实他的矛头不只是对向了台湾的台积电，包括是日本和韩国也感受到了威胁，他们现在严阵以待，不约而同推出了补贴的计划，来资助国内晶片的发展。不过还没有等到川普正式的上任动手，美国商业部突然大动作了，发函命令台积电要停止供应中国7奈米以下的 AI 的晶片，预估将会影响台积电5%到8%的营收。而除了台积电之外，据传南韩的三星也受到了美国的禁令的限制，预估在年底之前将会关闭大约50%的生产设施。不过即将下台的拜登政府为什么要赶在川普上任之前如此的着急的出这一手呢？来看我们的分析报道。美中科技战再升级，华府祭出新一波晶片禁令，由商务部直接发函给台积电，要求停止提供中国7奈米以下的 AI 晶片。而这次南韩三星也收到通知，据传也将切断对中国供应，进而导致中国 IC 巨头寒武纪股价连日重挫。美国再度钳制中国晶片发展，在全球掀起一场7奈米风暴。If China becomes dominant in certain components that are really critical for the rest of the industrial base, that will give it leverage. 这场风暴预估也将影响台积电5%到8%营收，而三星则预估在年底前将关闭约50%生产设施。不过，美国商务部为何如此着急，要在这时出这一手，关上中国通往 AI 的大门？因为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川普即将重掌白宫。Well, I don't think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ould support a CHIPS 2 Act. 拜登任内为了供应链稳定，祭出晶片法案，不惜补助外国厂商，但川普已经明确表示毫无兴趣。外界推测补贴将生变，是否会拖延或重审存在变数。对非美国公司，像是台积电或是三星来说，川普上任后恐怕要经历阵痛期。不过外界也认为，川普不会废除晶片法案，那他看到的危机又是什么 ？Going to bring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businesses and trillions of dollars in wealth back to the good old USA. That's what we're doing. 挥舞保护主义大旗，川普要把制造业搬回家。美国在晶片产业上站不稳脚步，可能才是川普的关注焦点。而 Intel 这间留着美国纯正血统的晶片大厂，就是他的唯一赌注。As a designer, R&D, and manufacture is uniqu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industry. 尽管 Intel 近期遭遇成立56年来最大危机，但外界普遍分析，无论谁当家，华府都不会坐视不管，因为这间美国本土企业支撑的是晶片设计到制造、管理和供应商组成的完整生态系。如果转移到海外，将对美国制造能力产生严重冲击。在这个时机，由主打制造业回流的川普上任 ，Intel 可能有机会躲过风暴，在这场及时雨中重振旗鼓。The number one step we will take to launch a great American manufacturing renaissance. 晶片之战无疑已经从企业端升华成国力上的较劲。日本政府最新提出总价值651亿美元的补贴计划，资助国内晶片发展。另一方面，南韩执政党如今不但打算加码补贴，还将修改劳动法，允许从事研发工作的晶片业员工延长工时。从日韩同步喊出的因应措施，都能看出，在川普上任后，这场晶片风暴只会更加激烈，各国严阵以待。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东选国中心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世界战情室，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您的看法。我是梅翔，我们再回来。